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苹果公司的股票分析。尽管苹果股价在2020年上涨了70%，而标普500只上涨了13%，纳斯达克只上涨了38%，我仍然非常推荐苹果这家公司的股票。ARK 女神也不断的在买入，已经持有了价值5300万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尽管12月季度需求受到供应的限制，但随着经济的复苏，我认为苹果产品的需求将在2021年期间持续的增长。最近的确出现了一些苹果公司将要面临的风险，例如苹果和谷歌的独家搜索协议、App Store 的30%苹果税，以及大公司垄断的立法审查。这样的头条新闻可能会带来近期股价回调，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此机会来购买苹果公司的股票。可是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却看到了 Breaking News， 苹果有可能在2024年推出新的 Apple Car 新能源汽车，所以股价很有可能随着这样的新闻而飙高。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详细的列出2021年苹果公司股价上涨的5个原因。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影片了。首先我们来看看苹果公司的简介。苹果公司是全球拥有最强生态系统的移动硬件设备领先供应商。苹果在创新硬件方面独树一帜，甚至最近扩展到了芯片设计以及软件操作系统。在2020年的财年中，苹果收入的50%来自 iPhone， 而 iPad 占约 9%， 个人计算机 Mac 占了 10%， iTunes 软件以及服务方面占了 20%。 接下来我将会详细的列出2021年使到苹果股价上升的5个原因。第一，许多苹果的产品都卖光了，很多投资者都认为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高失业率，使得消费者和公司们购买苹果产品的购买力下降。的确，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可是我注意到，在家工作以及在家学习正在为许多苹果产品带来积极的需求转变。当我们进入圣诞节和假日季节时，分析师的数据显示了消费者们对苹果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许多家庭不太可能在这个假期旅行，并且分配了更多的预算用于电子产品来帮助在家工作以及在家学习。从这张图表也可以看到，许多比较贵的苹果产品都已经销售一空，例如最新的 iPhone 12 Pro 和12 Pro Max、iPad Pro、MacBook、iMac 等等。在对苹果产品的需求如此强劲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投资者，我担心的却是零件和供应商短缺的问题，这可能会阻止12月季度的销售上涨，因此我们需要密切的留意这个情况。我还注意到，由于飞机旅行的减少，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运输的运输机会也会越来越少。至于新产品上，苹果也在12月推出了价值549美元的 AirPods Max， 我个人并不是那么看好。相反的，比较轻便的 AirPods Pro 将能够吸引喜欢跑步和锻炼的用户，而且在价格上也比较实惠。第二，印度生产基地开幕。印度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如果苹果在印度获得 5% 的市场份额，那将会达到约800万个单位，这将代表约40亿美元的收入。印度是现在全球第2大智能手机的市场，在2016年已经超越美国，其规模仅次于中国。苹果在印度的市场份额现在不足 2%， 苹果产品进口到印度的关税平均约为 30%， 这使到苹果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同行竞争者的价格高出许多。目前苹果公司在印度的实体店为0，所以随着印度生产基地的开幕，这将使该公司可以避免 30% 的关税，从而让苹果产品更加实惠。苹果即将在印度开设公司商店，而且在9月也设立了在线商店，这能够直接迎合客户，并且提供整个 Apple 体验的第一步，例如定制自己的产品。
雕刻产品、提供贷款以及旧换新的选项，将苹果生态系统引入其印度的用户群。如果苹果将在印度的份额增长至与目前在中国的10%份额相近，那么在未来4年中，这将导致销售量增加约4000万个单位，这将相当于每股收益1美元。当然，中国和印度的平均收入相差大约4倍，所以苹果也很聪明地将生产线专注于比较便宜的产品，例如 iPhone SE 和上一代的 iPhone 11。第三，苹果将会是华为手机份额的转移受益者。我预测华为大约10%到15%的份额可能转移到苹果手机，所以苹果将获得80亿美元的销售额。第四，苹果的生态系统平台。苹果已经从一家产品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平台公司，该公司提供软件、网上储存、消息传递、APP、广告、音乐、电视和视频内容、数字支付、健身、游戏等等。我相信苹果不仅能继续发展其服务业务板块，还能够在企业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而支持这种吸引力的几个例子是，苹果公司在医疗保健企业中看到了成功，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生、牙医、建筑设计人员、零售商店、后台办事处以及整个供应链中的零售商，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 Apple 软件和产品。加上疫情已经加速了数字应用程序和非接触模式的支付，例如 Apple Pay 的采用，所以该公司 Apple Pay 还是拥有非常大的潜力。第五，苹果已经进入了医疗行业，医疗保健行业的技术创新已经成熟。Apple Watch 已经开始被一些保险公司部署，预计不久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应用。我相信 Apple Watch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领域，以至于他们被医疗保健行业所接受。有几家健康保险公司已经将 Apple Watch 部署到客户中，例如 United Healthcare、Devoted Health、Blue Cross 以及 Blue Shield， 他们所推出的 Medicare 相关产品都有使用 Apple Watch。佩戴 Apple Watch 可以让公司监控客户们的健康情况以及健身的应用程序。苹果在2020年售出2800万块 Apple Watch， 我预计2021年还会持续的增长。Apple Watch 现在占约苹果总销售的 5%， 而且也会带动更高的利润率配件的销售，例如时尚和健身手表带。另外，我认为助听器也可能是 Apple 未来会进军的一个市场。每套助听器现在的成本约$2000至$12000之间， Apple 很有可能凭借其 AirPods 技术进军助听器领域。 AirPods 比目前的助听器成本便宜了至少10倍以上，所以苹果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六，很多投资者对苹果的成长有所误解。很多投资者认为苹果的销售以及每股收益并不在增长，而且他们也认为大多数的每股收益增长是由于股票回购所驱动的，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根据这张图表，苹果正在实现销售以及每股收益的增长，这是有机的，而不是通过并购别的公司，又或者是股票回购所带来的增长。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苹果公司即将面临的新的风险，其中包括：第一，谷歌预计每年向苹果支付$100亿，以换取苹果将谷歌作为其产品的默认搜索引擎，这相当于苹果总销售额的 4%， 这对于苹果而言几乎是纯利润，相当于税前的收入的 15%。 第二，苹果在 App Store 上所收取的苹果税分别有 30% 和 15%， 我估计这是苹果服务最大的部分，占苹果服务板块的 35%， 或总收入的 7%。 第三，关于分拆大盘股的政治观点正在被更频繁地讨论着。尽管苹果的大部分成功都来自有机增长，最大的一笔收购是 Beats 以$30亿的价格收购，这加速了苹果在 Apple Music 以及声学产品上的发展。如果拆分苹果公司，这可能会降低苹果公司的协同效应。
可是我认为这3种风险不会在2021年实现，但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并且增加股价的波动性。那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基于以上的因素，苹果仍然拥有很高的机会成为持续增长的公司。即使没有附送插座和耳机，我看到许多 iPhone 12在各大商店仍然销售一空的状况，让我觉得苹果的确是一家顶级的科技公司。你们是否买了 iPhone 12呢？可以留言下方让我知道。加上医疗领域的潜力以及最新消息的 Apple Car， 我认为2021年苹果股价仍然会持续的上升。最后我们来谈谈苹果公司的股票操作。苹果公司目前的股价大约为130美元左右，已经被 Apple Car 这个新闻推高了。我认为比较理性的买入价格是介于120美元至125美元之间，目标价格大约150美元，这样回报率大约有 20%。 不过我个人已经开仓，平均价格大约128美元。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